由日本著名演员若山富三郎主演的带子雄狼系列又被译作带子狼或斩虎屠龙剑。如今谈起这个系列，可能很多后来的观众都略感陌生。它改编自小池一夫所创的同名畅销漫画，如果不算翻拍的版本和电视剧，经典的带子雄狼电影共有6部曲，其中的5部由同样操刀了座头市系列的剑戟片泰斗三鱼岩次执导。但在内容方面，与遵循人文主义基调的座头市系列相对，带子雄狼系列可谓剑戟片中的另一扇门。它曾一度引领了日本乃至全世界暴力靠着片的走向，并极大的影响过诸如昆汀等鬼才导演的思路，而漫画原作更是经久不衰，全套接近30本，依然坚挺的在世界各地发行至今。故事讲述了江户时代隶属于幕府刑部刽子手的拜一刀，因被一手遮天的大奸臣柳生烈堂所陷害，落得满门被杀，而他本人也被扣上谋反的罪名，于是不得不蒙冤出逃，带着儿子大五郎四处流浪，伺机寻找报仇的机会。而拜一刀的人物设定是一个典型的遵从武士道的杀人机器，故而本故事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一路上为了糊口，身为水欧流顶尖高手的拜一刀会按照固定的方式收取500两黄金，给各路诸侯豪强或有钱的帮派势力当刺客，同时他还要应付柳生家族不断派来追杀的高手。而他在故事中最为经典的形象，自然就是不苟言笑的推着母乳车里的儿子大五郎，冷血的走在复仇的道路上，因此人送外号带子狼，而本系列也正因此而得名。之前说到本系列共有6部，第1部在1972年上映，这一部的前半部分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详细交代了拜一刀的个人信息、从事的职业，以及当时他如何因阻碍柳生家族篡权的大计而被陷害的全过程。在突出重围的这场戏里，为了显示拜一刀武功高强，在连砍了 N 个战五渣之后，柳生备前作为柳生家族第一个单挑拜一刀的人闪亮登场，而在一旁观战的老大柳生烈堂做着实况解说。从他口中我们得知，拜一刀有个绝招叫水欧流破浪刀，这一招的特点是必须要结合地形才能发挥威力。而就在我还纳闷是谁想出这种必须有水才能发招的套路时，只见柳生备前这个傻叉放着陆地上不打，偏选了个带水的地图，果然不负炮灰之名，直接被 AP 流的拜一刀一个阿剑大招给秒杀。就这么逃出了包围圈之后，父子2人正式开始流浪生涯。在此后的岁月中，拜一刀赖以战斗的资本最为直观的就是他推着儿子的那辆母乳车。在第1部的结尾讲到他与一伙强盗交锋时，拜一刀用教科书般熟练的手法向观众展示了高科技母乳车的正确操作流程，比如推手里藏着的短刀可以随时拿出来当暗器，而车两边的短棍可以组合成一根长棍，按下机关后又可以变成水欧派的斩马大刀，真是让人感叹他不仅天赋和攻防高，偏偏出装也很屌啊！老逼的强盗们人头输了一火车，直接就20头了。当然以上只是开胃菜，各类剑戟片里向来不乏能打的挂逼，但带子雄狼的不同之处就是拜一刀还带着个儿子。很多人必然有疑问，带着孩子流浪岂不是给自己增加累赘？但其实这正是设定的奥妙所在，因为电影里多次展示了拜一刀一下口令，儿子大五郎就在母乳车里按下相应的机关放暗器伤人的场面。正所谓两人齐心走一路，补兵方便又快速。而且他还喜欢背着儿子跟人决战，并不要脸的在儿子额头上挂个金属片，利用反光去晃别人的眼。甚至在他受重伤的时候，儿子会很懂事的给他喂水喂饭，这样他可以迅速回红回蓝。所以带子雄狼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子其实是一个超强的障眼法，能奶能补能辅助。作战真言无非一句话：我躲在草丛，你发暗号，看准了目标往死里操。这样的合作效果不是1+1，而是1×1。好像哪里不对。当然，整个系列里最让我前列腺激动的场面，不再是这些割草般的打斗，也不是父子完美的配合，而是在第3部的最后。当时情节是这样的：柳生家族派了一个军队包围了拜一刀。虽然拜一刀特别能打，但是面对已经配备火药的军队，他该如何面对这漫山遍野海量的敌人？就在我都感到一丝紧张的时候，只见拜一刀还是镇定自若，先是向儿子下命令，按动机关，母乳车竖起一块木板，毫发无伤地挡住了敌人发来的箭。而待到敌人要放火枪的时候，最震撼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他的母乳车前半段突然车门打开，露出无数个枪口，不禁吓得老子我大呼一声：我操，这他妈是个屌毛！但还没等我卧槽完的时候，只见火花四溅，刹那间敌人已被扫倒了一片。我赵日天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感情这个屌母乳车原来是一台隐藏的加特林机关炮，而且画面里主角扫射的感觉仿佛玩抢滩登陆输了无限子弹密码一样，让我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不禁去想这个电影最前沿科技设定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然而这并不是一次例外，因为在后面几部里，拜一刀多次故技重施，施展机关枪大法，大面积补兵，完全是一个50级的人民币玩家虐的一群70级的屌丝满街跑的节奏，不得不让人感叹科技强军的必要性。然而我更大的疑问也来了，他既然这么牛逼，为什么不直接找敌人去干？当初为啥还要出逃呢？而正是这个带子雄狼系列在日本很长时间内跟座头市系列齐名，可谓不分伯仲，甚至前者在国际上
上的知名度要更大一些，但它明显是剑戟片里跑偏的典型。除了刚才这个晃晕我眼睛的机关炮台不算，也可能是有漫画原著的关系，很多过于前卫的情节让它最终被奉为暴力 cult 片的纲顶神作，比如毫不掩饰的做爱、情色和强暴等不和谐的镜头，还有俯视皆是的暴力情节，打斗时动辄断手断脚、铁钩子抓人眼、拦腰把人砍断、劈成两半斩首，以及全系列无时无刻不在的喷血。尤其在第2部的最后，在砍死这个 BOSS 时，那血在空中快他妈喷成了一道彩虹，而且喷的还挺别致。然后这个 BOSS 强行说了半分钟的遗言，就在我以为他终于刀逼刀完了的时候，结果他一个翻身滚下去，叉腰肌里再次像坏了的下水道一样喷了半天的大姨妈。没错，暴力美学是全球电影经常探讨的一个课题。袋子熊狼美不美，观众自有评说，但暴力的确有些过了头。所以无论电影还是漫画，很多国家在后来引进时都明确标注它的观影等级是2级，即禁止青少年观看。在最后一部中，大反派柳生烈堂派他的私生子用土遁的妖术去对付白一刀，影片已然到了牛鬼蛇神的地步，然后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雪山大作战之后，白一刀仍然奔驰在复仇的路上，而这个系列也就此中断，并没有继续拍摄的计划。说实话，我还挺想看他继续拍，因为我简直爱死了那个加特林机关枪，每次看见他我就有种想学 B-box 的冲动，去给他的配音做点微薄的贡献。哦耶，你童年里谁不喜欢这个调性的东西？来吧，我要开枪了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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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好，真牛。哈哈，以上都是开玩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里是不吐不快第3季海纳百川，更多万和精彩新老节目，网剧都在随时更新。当然还有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篇，也在12月18日上映。而之后万和会举办各种线下活动，随时抽取福利，更多惊喜你懂的。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